有没有想过，你租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，而是鬼屋？1周前，我带着女儿在我单位附近租了一套房子，房子宽敞干净，离单位也近，最关键房租还很便宜。房东是一个30岁上下的漂亮女人，跟她同住的是她的母亲。房间里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不需要添置，但只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不能往墙上钉钉子，我们的房子一直保养得很好，我妈妈不喜欢墙上有洞；第二，不要寄快递到这个地址，我妈妈喜欢偷拆租户的快递，若是丢了东西，概不负责。我一愣，忙说一定保证遵守约定规则。可我住进来当天晚上就遇到一件怪事，女儿总说房间有味道。妈妈，臭臭，开窗。我想着也许是太久没人住了，有霉菌什么的发臭，而我有鼻炎，也闻不出味道。为了女儿，只好一整晚都开着窗。到了半夜，我女儿突然惊醒，妈妈，我听到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哭。我感觉有点诧异，妈妈没听到啊，宝贝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妈妈，不是梦，是真的，有小弟弟小妹妹在哭。我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安慰。好了，妈妈知道了，宝贝不怕，妈妈在。后半夜，我一直把女儿抱在我的怀里。其实我也感觉出来这房子有些奇怪，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总觉得床在随着地面起伏，像极了什么在呼吸。早上一开门，我竟发现一串水脚印出现在我的房门口。直觉告诉我，事情并不简单。等我送完女儿上幼儿园，到公司才想起来做的计划书没带，只好请了假跑回去拿。就在我拿了材料要走的时候，房东老太太走出来，阴恻恻地看着我。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阿姨，您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你女儿在吗？我正想找她问点事。她不是我女儿。老太太打断了我。如果我说她是我妈妈呢？我被吓到了，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。若是如此，我和牙牙得考虑搬家了。但这个房子是半年起租，押3付3，租这个房子几乎花掉了我大部分积蓄。如果我提前退租，刚付的3个月房租是不退的，想想就肉疼。正在我纠结之际，我被一个算命的老道拦住了。老道挂了个算无一策的牌子。姑娘要不要算一卦？我一想，最近我和牙牙都睡不安稳，那就算一卦吧。老道大呼不妙。下震上坎，易卦相叠，震为雷，坎为易，雷雨交加，险象丛生，环境恶劣啊！你身上有一股血腥味儿，住的地方不太平啊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便问怎么个不太平法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租的房子根本不是房子？不是房子是什么？房东是不是不让你往墙上钉钉子？我点点头。你今晚回去钉1颗钉子就知道了。老道又给了我2张符纸，记住，钉完之后把这2张符纸贴在身上，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，都不要出声。到了晚上，女儿睡着之后，我拿出符纸，分别贴在我和女儿身上，然后拿起锤子和钉子，用力钉进墙壁。没想到离奇的一幕发生了。房东从来不让在墙上钉钉子，而我却听了老道的话，将1颗钉子钉了上去。没想到离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墙壁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妈妈！这时女儿醒了，我示意她不要出声，然后抱起女儿飞奔出房门，却看到房东站在2楼的楼梯口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大半夜的，你做什么啊？房东一脸关切地看着我和牙牙。你抱着枕头做什么？闻言，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怀中，不由得头皮一麻。我怀里还真的是枕头，女儿不见了。我转身冲进房间，房间里空空如也。都怪我应该早些离开的，也不该听瞎道似的去拿钉子钉什么墙壁，我应该直接搬走。这房子是不是房子，是什么东西跟我无关，我只要我的女儿。房东摘下我身上的符纸。江之，这是谁给你的？这个是迷魂符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。这时天已放亮，我抬起头看着房间内的一切，墙上的黑影不见了，就连锤子和钉子也不见了踪影。牙牙光着脚站在床边，哭着叫妈妈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江之，你知道我这里的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吗？这几年有个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地皮，而我家是仅剩的钉子户，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赶走我的租客，切断我和我母亲的经济来源。我母亲还被刺激出了精神病。江之，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相信，给你符纸的人不可信。房东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怪自己轻信那个瞎道士，弄了个迷魂符把自己吓个半死。第2天下班路上再次遇到了那个老道，我一看到那个道士便气不打一处来，不料我还未开口，他便大惊失色道：你的孩子丢了。我冷笑道：我女儿好好在幼儿园呢，你别骗人了。我掏出他给的符纸扔在地上，他脸色苍白，喃喃自语：好厉害的煞气，这符纸被他毁了。装，接着装，开发商到底给你多少钱让你装神弄鬼？什么？瞎道士一脸疑惑。你呀，小心你的房东啊，尽早搬出来吧，不
不能搭进去个女儿，再把自己搭进去。你若是不信，就试试他说的第2条禁忌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离开了。傍晚接了女儿回家，我发现这孩子话变得特别少。宝贝，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给妈妈说说。女儿依旧不出声。我想着孩子会不会昨晚被吓到了，便说：宝贝，若是不喜欢这个房子，等明天妈妈找老板预支一下工资，带你重新租个房子好不好？不好。女儿突然开了口：我不要离开这个房子，这是我家。我一愣，牙牙这个态度我完全没想到。我想起今天夏老道说我女儿丢了的话，一股凉意自脚跟直冲脑门。若眼前的人不是我的女儿，那会是谁？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想起了老道说的第2条禁忌，我咬了咬牙，便买了一个次日达的生活用品，写了房东当初发给我的地址。天一亮，我送完女儿上幼儿园，没有一点心思去上班了。突然快递的电话打过来了。您好，您的送货地址好像不对。我屏住呼吸问：怎么不对？这个地址不存在，爱子街只有1到139号，没有140号。定位显示这里是一片荒地。